这是一台游戏机 Switch， 作为掌机呢，尺寸还是凑合的啊。但是时间一长，你就会发现，在厕所里玩游戏的时候，这屏幕还是太小，分辨率又差。但任天堂啊，貌似打死也不会出 Switch Pro Max， 更别说粉丝们心心念的新版 Switch 2代了。这个呢，是一台骁龙8 Gen 2的手机，没有手柄，电池呢很拉胯。这手机屏幕再大呀，咱们玩游戏还是嫌小，是不是？能再接个游戏手柄就更好了。这个呀是一台 X86 的掌机，不能拆卸的手柄，用这个7寸的屏幕打游戏，简直能给你累到万管综合症。最搞笑的是它这个模样啊，生生是把电脑的日常办公属性给变成了个笑话。你要是用它在办公室里办公，你老板指定觉得你就是个笑话。咦，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，为什么不做一个大号的 Switch， 有大1倍的屏幕，有更牛的音响，有内置的充电宝，设备没电的时候插上就能充，但唯独就是没有这些游戏的主机，你可以随意连接你所有游戏类的设备，你可以随时变身超大号的游戏手机，一言不合又变身 AMD Ryzen 的掌机，你或者还可以连回 Switch 的主机。Nice。它可以瞬间呢让 Switch 的性能提升1倍，可以让手机拥有更大的触控屏幕，还能让我的各种离谱 DIY 的 X86 设备找到温暖的港湾。妈的，天才啊！顺便咱们抽抽不思进取的任天堂的大脸，想要赞助我一块的啊，一键3连，大拇指超10万，我评论区我抽个 Switch 给大家。开干！这一切的实现呢，都围绕着显示这个事儿，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一块尺寸合适的显示屏。我给大家画一下配合 Switch 的手柄，各种尺寸的显示器连上去之后那种感觉啊。这是 Switch 的原装6寸屏，这个是7寸，这是8寸、9寸、10寸、12寸、13寸、14寸、16寸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还有11.6寸。这个好啊，这么搭配上去看起来有点搞笑，但是既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挺好。夏普 LQ116M1GX07 这面板不错，1080p 分辨率，600尼特亮度，100% sRGB 广色域，16:9的比例，可以完美的兼容所有设备，包括 Switch。60赫兹刷新率，超薄背光，还是4边极窄边框，完美，就是这块了。这屏幕呢没有触控，咱们得 DIY 一个，咱们搞一个1080p 极窄边框的触控面板。我这么小手一压，这就成了全触控液晶面板了。很多的触控游戏呢也能完美兼容，爽。接下来就是得想办法驱动这块屏幕了。为了能够有最大的兼容性啊，包括全系的 iPhone 15 Type-C， 那咱们呢就必须有 Type-C 一线连功能。目前能够找到最薄的屏幕驱动板就是这块，唯一缺点啊就是不支持内置电池啊，所以咱还得想办法给它魔改一套锂电池的供电单元啊。如何把这一堆复杂的东西搞到一起呢？我呢还是讲解一下电路的基本设计吧。这是2块3.7伏10000毫安时的锂电池。这容量对于驱动这块小屏幕，再加上便携的设备，那简直就是核动力级别了。它还自带保护板，配合电池还需要一个充电和放电的管理模块，就是这个了。它其实是关键啊。它这里呢是电池的接入，这里呢是5伏的输出，这儿还可以接一个开关。这里呢还有电量显示，电池的正负极直接接入驱动板，然后这个5伏的输出直接输出到这块屏幕驱动板的5伏输入里。因为板子呢没有预留5伏的输入，那其实呢你直接给它焊到 USB 接口这个红黑的供电线上就可以了。触摸驱动板呢直接通过这个接口连在驱动板上就可以了。这2个呢是平板式的扬声器，你别看它小啊，效果可是猛的很，直接插在这儿就可以了。未来呢这里就是充电接口 Type-C 的，随便一个 PD 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。总体来说啊，基础架构就是这样的。未来使用的时候和笔记本一样，充电的时候呢就会通过 PD 充电器驱动，拔掉外接电源呢就能用电池供电，无缝切换。注意啊，我这块屏幕的驱动板 Type-C 是支持反向一线连的，啥意思？就是说我这个 Switch Pro Max 啊，它可以直接给未来的设备充电，比如说手机，甚至是便携的主机，哪怕是我的这个 Switch Pro Max 没有接电源啊，它也能够通过内置的2万毫安电池给设备供电充电，相当于还是个超级充电宝。
这是一套 Switch 原装的机身滑轨，这个长长的软排线啊，其中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个5伏充电的正负极。我查了一下 Switch 手柄的资料，其中 Pin 1、2是接地 ，Pin 4是正极。未来咱们直接并联在驱动板的5伏上，就可以实现给 Switch 的手柄充电了。所以未来 Switch Pro Max 的样子大概呢就是这样的，100%拥有 Switch 的功能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为它设计一套合理的外壳，开始了我为期1个月不停的修改测试。这个凸出来的扬声器太丑了，改；这个背后有个大大的凹槽，不和谐，改。这个好啊，背部平平整整。最后你看得到的就是它了，把一大堆的电子配件都给它怼进去。OK， 这就是我的 Switch Pro Max 了。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咱这玩意儿的独到之处啊，绝对惊到你。首先，它100%兼容 Switch 手柄，使用方法呢也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这么一滑，咔嗒，哎，锁住了。同时还能给手柄充电。这个是背部磁吸的折叠支架，哎，你嫌抱着玩不爽，哎，你可以拆出手柄这么一立，当做显示器来用。哎，这就是 Switch Pro Max 的精髓，你随时可以 Switch 一下。主机连接方面，理论上所有的 Type-C 接口的主机都可以连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常用的3种设备。首先自然是 Switch 本体了啊，咱们 Type-C 一插，你看这就开始给 Switch 供电充电了啊，然后捆扎带这么一捆，优雅，然后你就可以无缝的玩所有 Switch 游戏了。声音呢，当然也会自动传到我这个 Pro Max 里的平板音箱啊，这音质还可以啊。这时候就会又有小伙伴抗议啦，我们现在都用8进2的手机玩游戏啦。你看我这里设计了一个反磁的 MagSafe 强力磁力环，如果你手机内置 MagSafe， 那很简单，就这么咔嗒一下就吸住了，优雅。Type-C 一插，哎，手机永远100%电量。这11寸，这触控，这手柄，直接蓝牙一连，这小音响，我操，就差个超级震动功能啊！下次我给弄上。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喜欢用电脑玩3A 大作，那你看，这是我的 AMD Ryzen 7小主机，我贴一个正磁的 MagSafe， 也是这么咔嗒一下，秒变游戏掌机。触控屏、蓝牙手柄一应俱全，全部模块化设计。将来我这个6代 Ryzen 不够用了，我随时可以模块化升级成7代、8代、9代、10代，地道。我飘了啊！毫不夸张的说啊，我认为现在的手机厂商、游戏主机厂商啊，都得来拜师。你看看咱设计这东西，咱都不好定义它是个啥呀，缝合怪航空母舰级别。但是咱拥有11寸黄金游戏的屏幕，还具有计算、显示、分离式超前设计，大小屏随意切换，不但能够一个设备兼容所有游戏终端，未来升级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整个设备都换掉，你只需要换掉主机即可。还有大到带不上飞机的电池供电系统，极为先进的平板式扬声器，以及可以随时拆卸更换的蓝牙游戏手柄。你可以随心替换所有颜色的 Switch 兼容手柄，真正做到科技以换颜色为本，这才是游戏设备的终极形态。好了，各位股东看到这儿，务必给我一个大大的赞，关注一个，好让我有动力做更多没有用但是有趣的视频给大家。再见。